快去约会啊！快去约会吧！最难让女爱迫不及待了。得到答案，成功。我觉得我是喜欢上你了。真的很美好，我想让时间停在那一刻。其实我还是蛮想跟楠楠再接触一下的。回去了之后就另外一种状态了。我就生活在新加坡啊。我们离得还是有点远。没有这些，不可能跟你接触。天平岛最终选择已开启。很幸运能够在这里相遇，真诚的去跟人相处，认识最真实的彼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很快乐。希望这段关系能一直轻松愉快下去。缘分真的很奇妙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爱是勇敢者的游戏，为了自己勇敢一次。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想爱就爱，做一个告白吧。重新找到了心动的感觉，为爱冲锋，勇敢去爱。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快来收拾行李吧！收拾收拾！要离开这里了，小江。那以后要常见哦。我说会觉得伤感吗？有一点。我觉得是不舍，因为我很喜欢大家，我喜欢大家一起的感觉，你懂吗？要走了，时间就开始变快了。天也来了。各位岛民，今天是在天平岛的第12天，天平岛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，请所有岛民前往公寮区，共同开启天平岛的最后一天。我说这个天儿知道我们要走了，他都哭了，他心情不好。平常这个时间应该都是太阳直射我们的脸，然后皮肤就变黑。你俩今天穿真搭呀！啊，我下午穿卡其色，很靠前。恩雅穿黑色。OK，完美。哇！哇哦！哇哦哇哦哇哦！哇哦！今天有布置哦。有心了。干活就带拉一把，拉一把。哦，小花花。昨天吃太多泡面。我也是，我有罪。我喜欢你这个香。那边吧，那一起吧，我们。好的。你在这边。你说的什么？是什么牛仔3连坐吗？杀牛仔3连坐啊！啊，我们消消乐，我天，我们就走了。今天我们将开启遗失的时间认领环节。平行时空之下是14条起始不同、地点不同、速度不同的时间轴。也许真的有某种魔力，让这些原本不同的轨道在这里交错。在此时此刻的坐标点回望，一同回顾那些重要的人生节点，也许能够惊喜地发现他们的焦点。现在是2014年，有2位男生突遭变故，生活被打破了滤镜。一位因为伤患改变了热爱的运动生涯，一位因为家庭变故，妈妈担起了家庭重担。妈妈的担当深深影响了自己。我是那个受伤的那个选手哦，就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体育生的身份嘛，也是一个运动员嘛，然后有一次呢，在训练前我没有充分热身，然后在跑步的时候，突然间倒下，直接躺在跑道上面，然后我就爆哭，但我哭不是因为痛，是因为我得休息好几个月，这几个月里不能训练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所以你之前是长跑运动员吗？短跑，100米短跑。另一个是我的，
因为就是14年的时候，家里出现的状况，就只有妈妈来照顾我。为什么我会做饭？因为我从小都是自己做饭吃。哇！我的排骨不服输，就这样吧。你不在情绪下，要不我不炒了。对，所以在我青春期期间，这段影响其实影响我的一生。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我不管面临什么困难，我都会以平时大家看到我的性格一样去面对这些事情。所以我是属于活在当下的那种人。嗯，怪不得，那挺好的。其实郭旭这个事情我知道，就是他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跟他那么好的原因之一吧。我会觉得他可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这样子，所以我会打心里把他当成是很好的弟弟。他一说这个事的时候，我鼻子立马就酸了。我觉得通过短短几天相处，我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把郭旭当成是我的很好的兄弟。对，因为这些事情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能做就是在旁边看着他，陪着他。可以。有2位女生在2017年经历了情感的变动，一位在毕业后分手，决定走上自媒体创业之路；一位进行了分手旅行，在旅行中找回了真正的自己。还有人遇到了初恋，但爱情的滋味并不一定总是甜美，也会有酸涩。相信你们都学会了，在爱情中要成为独立的个体，完成自我成长。那个17年分手，然后走上自媒体道路的是我。因为我本身之前呢是一个不谈恋爱不行的一个人，就是因为内心会比较的空白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一直陪伴我。然后也是跟那任男朋友分手之后，我觉得说，与其跟别人谈恋爱消耗自己，那不如留给自己一点成长的空间和时间。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非常久的一个空窗期。那在这些空窗期的时间内，我就比较早的踏上了自媒体的道路。哎，我很好奇，你当时跟那个男朋友为什么分手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其实跟他算是和平分手，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是因为观念不合而分手的。因为他会觉得女孩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，他可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观念。我觉得这样子我就没有生活和没有自由了。自由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。所以在跟他拉扯了大概1-2个月，我们就选择和平分手了。然后就自己变成了大女主。对。我觉得他内心世界是丰富的，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，在选择上面还有想法上有这些，我都觉得哇，他真的好棒，优秀。那个分手旅行的是我，对，我那个初恋谈了1年，然后拜拜了。不是说没有波澜吗？同一个？怎么还分手旅行？同一个，然后就拜拜了。但是分手之前约定好了要一起去旅行，还是决定好好的一起旅游完以后就关系画一个圆满的句号，然后说再见。然后发现这样子的话，2个人其实就没有别的现实的那些负担想太多，反而是我这一段恋爱最开心的时光。我也是有一段异国恋，但是在谈到将近1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那个男生态度很奇怪，然后后来我找他开诚布公的谈了一次，我说你这样其实有点冷暴力的这种行为，我其实是很受伤的。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异地恋不太现实，我们等毕业之后再看怎么样吧。我当时是非常无语的。对啊，因为我是喜欢在感情中全情投入付出的，我不计较回报，我觉得爱是比被爱更幸福的。
我也是有谈一段异国恋，算是我的恋爱初体验吧。然后把我从一个在感情里面非常主动的性格，然后变成了非常被动的性格。对，我是谈了一段恋爱，本身是要结婚的，2021年的时候就分手了。其实以前应该没有正儿八经去谈过恋爱，这段恋爱对我讲就是影响很大，非常大，让我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人，然后什么叫爱。我到北京，然后开启了一段新的校园生活。你知道，就是背井离乡，可能在情感上会有些需要寄托的这种情愫，所以我很快在进入学校的第1个月以后，就进入了校园恋情里面。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也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多多，那你之前上学时候那种感觉在这里找到了吗？我觉得是有啊，跟你们就是很有啊，然后一起打球啊。可以单打，可以单打，可以单打。哇，对，好，我再帮你下。没有。然后这种集体生活，真的都是在学生时代才有的这种生活模式。这里的感情是最真挚和纯粹的。确实。而且我觉得晚上散步，走在沙滩上，就像校园的时候走在操场上的感觉是一样的，真的一样。对。看到大家的面庞的时候，那种纯真的笑容、快乐，我没法想象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环境，我们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，那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情？我会对那种情绪有一种恐惧。我觉得有这样的伙伴，我们相处这么多天，真的很美好，真的。2022年，有人参与屏幕首秀，遗憾没有展示最好的自己。我其实觉得那时候的我有点自负，所以我到现在都很后悔。但自从那之后，我就对每件事情都很认真，锁定目标之后就一定要做到。有人面对亲人离世，却遗憾没有更多的陪伴爷爷。学会告别，也是人生重要的一课。爷爷离世是我，然后when I was first born, my grandpa actually he would cuddle me in his arms and try to show me off to everyone， 就非常的骄傲。爷爷生病的那段期间，我是在加拿大那边留学，因为我妈也不想让我太过于担心，就跟我说，其实爷爷，就可能身体不太好，有点生病而已。然后就过了差不多1周吧，我妈跟我讲，就是爷爷已经不在了。然后那时候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在加拿大嘛。Sorry。但我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和他再次相遇。他只是去了天堂，在给我们布置家，收拾东西。会是，不用觉得抱歉。在天平岛上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新朋友，但是有些人拥有着特别的缘分。你好呀，老朋友。你好呀，是要聊到我跟楠楠吗？对，我跟楠楠其实私底下是朋友，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参加。我作证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那天我第一天的时候看他非常端庄，我真的很不习惯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雅雅，雅雅也行，对。这可不能乱拍哦。
这很尴尬。但其实之前我们没有过，比如说共同一起，比如出去旅行的经历。对。然后这一次的这种旅行让我感觉到我们两个其实是很相似的人，非常相似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对，是。性格也相似一点，性格上面我要澄清一下，我没有他那种。我相对跳一点点，但是也没那么夸张啦。通过这一次，我其实能感受到恩雅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女孩。没问你，没问你 ，OK。就是恩雅，她有她敏感和细腻的一面，然后也有属于她的反差的魅力，我觉得。你也是，商业互吹，真的接不下了。那你展开说说啊！我跟 Joseph 大概是小学4、5年级认识，然后其实节目前我是知道他会来的，因为我跟他认识同样的衣服厂商，我们就问有没有衣服可以穿一下，然后结果那厂商就说，哎，你跟 Joseph 是怎样？为什么同时跑来问我这个问题？我们才相认。对，我跟小顾其实2年前也认识。啊，我们俩是工作上一起拍摄过一个广告。但是我知道你来的时候，我就很安心，你给我一种安全感，懂吗？有味道。但我是不是因为我在，我也给你了很大的安全感？你要这样讲也可以了。哦，装起来了。对，我需要一点舒适区的安全感之后，才会释放自己真实性格。现在有点过于释放了。加一。好，你伤害了我。挺好，有点意思。哎，我听说莫尔跟那个小顾之前也见过，是吗？对。我跟小顾是一面之缘。一面之缘。在我们来三亚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秀。我差点就跟他也有一，我也差点就去了。但当时我们真的没有印象，太多人了。然后到了这里之后才发现我们是有拍过合照的，就很有缘分这个事情。是的。就我跟 Summer 也见过一面之缘。你跟 Summer 也见过啊？对，我跟郭旭见过。真的好扯，真的很扯，真的很扯哎，大家。刚来这个节目见他第一眼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好像咱俩见过。我说你在哪里常住？他说在北京。我说我1月份去北京出过差，去国贸健过身，然后我们俩就在那个健身房对上信息了。啊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偶遇过，因为我对他的脸真的很有印象。请问为什么会有印象呢？因为太高了，我太高了。对，因为那个健身房就，健身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请问老师？那个是北京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红健身房，对，里面超多美女。但是帅哥也蛮多的。哦，雅雅，你怎么你怎么没有露出一丝杀气？有啥杀气的？咱们俩都是啥人？白羊座都挺好的，随便啊，开心就行。随便，就蛮巧，真的蛮巧的。哎，那怎么会记得那么久呢？这也挺厉害的。对啊。今年的1月份我去出差，其实不远啊。雅姐，回神，你回来，挺好的，真的。这一次之后，后面多聚聚。对，你知道我之前是没有体验过这种群体生活的。对的，我小时候没有参加过什么夏令营啊或者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长大之后，特别是一个人单打独斗之后，你会失去跟很多人跟群体相处的能力。对，所以现在就是在补充自己的情绪价值，给大家更多能量。这不来了吗？2个情绪价值，情绪歌1，情绪歌2，都拉满了。不是，我说的是，就不仅是小江哈，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团体，我就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，所以你们给了我很大的能量。对的。谢谢。上价值了啊，姐，上价值了，咱们随意一点。上升了。第一天大家有一种不相熟的尴尬，最后一天有一种大家太熟的尴尬，就是大家特别有意思，有一种相处了非常多年同班同学聚会在一起录一个影片的感觉。
现在时间来到2024年3月29日，从爱的姿态为起点，你们正式开启了天平岛上的生活。一起干杯吧！干杯！这12天的时光也许不算漫长，却足以在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。这12天的相处虽然短暂，却足够我们彼此交心，深入了解。我的荣幸。今天的新郎，对新郎。在这12天里，我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故事，收获了怎样的感动？此刻，时间定格，请各位岛民依次上前，领取属于自己的天平岛恋爱报告。OK， 我去了。丹尼尔，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 ，Daniel。2024年3月29日，是你来到天平岛的第一天。我叫丹丹。这一天，你因为不适应新环境而崩溃。有人向你递来了善意。自此之后，你在天平岛的每一天都跟他形影不离。在天平岛的第5天，你拥有了一次特别的出岛约会，认识了新的女孩梦儿。但1天约会下来，你好像只在意自己的游泳姿势是否标准。还记得那次海边谈话吗？沟通或许会伴随着误会，但沟通总好过于误会。还记得那个日落绝美的黄昏吗？他说：“今天夕阳很美，所以我来找你玩了。”你和他似乎拥有自动屏蔽外界的特异功能。别人在互诉衷肠，你们在聊猫罐头和猫条。你们是无话不谈的密友，还是心照不宣的恋人？相信你也一直在寻找内心的答案。你的天平岛精神，独宠。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：脱线。我觉得写的描述的就是这几天的我吧。然后来到岛上之后，我一直感觉自己比较盲目，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。到现在，甚至我还是会很紧张。这12天内，我经历了很多情绪上的波动吧，也有很多缺乏的安全感，内心是一个很复杂的状态。我想感谢小何，因为他在这里给我创造了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安全空间。然后其次，也谢谢杰哥，还有陶志，还有这些其他的兄弟们，帮我就是也慢慢的去更融入大家吧。何景逸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何景逸，你是天平岛最先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人，相信你的关心不仅给了他抚慰，也得到了反馈。在天平岛的第2天，你靠着惊人的记忆力，在队伍劣势的情况下获得了翻盘胜利，也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权。这绝对是你在天平岛上最高光的时刻。你因为一个人一整天心不在焉，也因为那个人绽放笑容。想你，我也是。你陷入关系的困扰，直面表达对你来说重于一切。我内心很强势，我容不得一点沙子。敢爱敢恨的你，在你的天平上永远为他留有一席之地。爱
爱情真的有点像龙卷风啊，来得很快，能否握住在于自己。享受瞬间还是追求永恒？你的答案会是什么？你的天平岛精神敢爱敢恨，你的天平岛关键词偏爱。哇，我听得全身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谁写的？真会啊！我也要来一条。会一个皮啊！我也要一条，我申请。哦，我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一封情书。哦，感动。是的。天哪！你好，肖恩雅。在天平岛上度过12天中，你在搭档任务中获得1次胜利，从而你有了1次在岛外的约会。你这干什么？那一天你还算快乐吗？我想了。你搞个鬼！天平岛的岛民都在意他们的造型，而你别具一格，做了4天不洗头，为什么一定要 Q 这个问题？然后幸运的是，有人接受不了别人3天不洗头，却并没有嫌弃你，相反，你却经常对他翻白眼，次数过多。来到天平岛的第4天，你跟他花了8分钟才完成默契考验，是所有的搭档中用时最久的。换句话来讲，你们的默契度为0。你不是一个会安慰人的人，却偏偏遇到了一个爱哭的搭档。好了，不哭，好吗？在天平岛的第9天，你说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最大程度安慰人的那句话。擦一下眼泪，快点。擦一下眼泪吧。真的，我真不太会说话。天平岛的旅途即将结束，你在这里留下最多的就是笑声，你的笑声响彻云霄。天平岛，感谢你来过，你的天平岛精神就是做自己，对的。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儿，绝不矫情，呀，酷，绝不矫情，酷。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这么懂我，就是我觉得他后面有一句话很好，就做自己，这个包括绝不矫情这一个关键词，其实很像我自己。对，但是很多人可能说在这一点上面，在工作上没有人去能 get 到，很好，很喜欢。郭旭，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郭旭，你或许不记得你在岛上遇见的第一个人是肖恩雅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慢点，小心，慢点。你绅士手挽着他走过了你们第一段海滩之路，在后来的天平岛之旅中，你们是否再次重走？每天晚上都在走。上岛的第4天，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心动女生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没有那么娇气，我求求你。那一天晚上11点半，你在天平岛上疯狂呼喊和寻找一个人的名字，从此你的天平也只为他一人倾斜。你坐哪？我坐你旁边。姐姐，不行，快！我做19个，你做1个好了。在爱情的世界里，你应该是最接近真实的那一位。你的真实可以毫不避讳谈及前任，为你捏一把汗的同时，也庆幸你到现在都没有被淘汰出局。你说自己是最会给女生拍照的男生，拍照技术直接打败全国99%的男朋友，但你的实际操作却无数次让你的心动女生生气与不满。此刻举起手，摸摸你嘎嘎帅的左脸。他是否打得有些许疼痛？或许打脸也是你天平岛的必修课。你虽然说不能接受女生3天不洗头，但你的标准因为一个人从3天到4天再到5天。举起手来，再摸摸你的右脸，它是否肿得像左脸一边大？
当然，爱本没有框架，你是天平岛上最真实纯粹的快乐小狗。即使离开天平岛，也希望你能和心动他一起抵达幸福。你的天平精神快乐至上，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恩雅。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恩雅。老父亲直呼满意。直呼满意，你知道吗？这 PD 真厉害，满意了。我觉得最后那个恩雅直接升华了，拉满，真拉满，哇！关键词拉满，太拉满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来喽。胡卫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胡卫（括号楠楠），你是天平岛第一个登陆的岛民。作为绝对的甜辣开场女王，你的目光是否驻足于紧随而来的2位男生？也许天平的摇摆早已注定。在偏爱的天平中，你也曾连续为一个人留下砝码。现在，你是否已让他明白，爱是偏爱，是坦诚，更是勇敢？你欣赏爱情中的主动与勇敢。当另一颗热辣的心向你发出持续进攻时，难追的楠楠，他却没有知难而退哦。如果漂亮是一个人的形容词，但漂亮才是你最不值一提的一面。你是天平岛当之无愧的美妆大王，你也是他人情感最好的倾听者。真诚勇敢的楠楠，清醒独立的楠楠，无所不能的楠楠，你被关上的到底是哪一扇窗呢？天平岛的冒险临近结束，在天平岛之外，你将怎样继续你爱的旅途呢？请记得向天平岛持续发送爱的进度，在人生路上收获最好的自己。你的天平岛精神迎难而上，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，左右为难。哇，太会了！超级形象，这真的是超级形象。真会是。确实我刚开始来的时候，因为跟我坐在我身边的2位男生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在摇摆我的天平。但是我现在已经让他明白，爱是偏爱，是坦诚，是勇敢。哦。哎，好紧张哦。江尚如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江尚如，还记得你初登岛的样子吗？不知不觉，你已经在天平岛上生活了12天。白天不懂黑的夜，夜的黑，五彩斑斓的黑，你的皮肤越来越黑。你在岛上认真生活的证据。我 PD 呢？一开始你说你是想赢就一定会赢得第1名的人，可是，在上岛的第2天，你就是因为没有赢得第1名，拥有了一个惴惴不安、彻夜难眠的糟糕夜晚。得知楠楠出岛约会的消息，你的表情仿佛是不可置信，加上被人插刀的双拼。爱是想要触碰却又缩回的手，但好在你一直坚定。天哪，你真的很棒啊！你每次都很早。我应该也只剩这招了，只剩我的厚脸皮跟勇气。突然获得的心情巧克力，哦，好好吃哦！游戏间隙中的专属补妆师。你在这些行动中寻找对方对你的心动痕迹。在第7天的时候，你终于赢得了比赛，也获得了一次浪漫快乐的岛外约会之旅。哎，兄弟！妈，我要约会了！那一天，
你说了3次你好美，4次你很好，5次你真的很有魅力。对方的每一次微笑都可以获得你完整的心动。每一次的偏爱天平，你都毫无疑问的 all in 同一个人的名字。哎，楠楠在吗？楠楠打败了岛上99.99%的岛民，成为岛上唯一一个从始至终保持只对一个人偏爱的人。爱在持续的时候就是永恒。相信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答案。为爱而生的江尚如，你也可以是爱的本身。你的天平岛精神勇，请查搜你的天平岛关键字楠楠。你的天平岛关键字楠楠。超棒！投我？你想我投你？你肯定会投我。那你觉得我投你几个？你如果不投我气头，你死定了。我这一件任你太古这个要拿去约会的。我想要与众不同，我就现在很闪耀，我值得拥有。这是我们给对方做的哦，很明显的爱心哎。你觉得我们是注定？我怎么觉得我这写的好像我就是一个超级恋爱脑加上皮肤很黑的人？是这样的。恋爱脑知不知道黑是黑，反正是挺。其实我特别舍不得今天，我觉得也不是难过，是舍不得，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打从心里很喜欢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感觉，不管是吃饭、玩游戏，甚至是约会，我就很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能量。我觉得最后一天其实还蛮那个的，对。谢谢你，我们也很喜欢你。我也喜欢。小心哦。这里好大。哦，还真是花仙子。哇哦，哇，好大。哇，连一夸。翁凡熙，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翁凡熙，来到天平岛的第一天，身穿优雅旗袍的你获得了4位男士的好感。不知道你当时想的是姐的魅力真高，还是想逃离荒岛？你从来不会缺席每一天的午觉，从你身上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美丽需要睡一个好觉。你总是奔走在围观别人恋爱的第一线，哪里有瓜哪里就有你的犀利提问。天平岛的新闻女王非你莫属。在天平岛生活的日子里，你总共经历过3次岛内约会，从第1次3人的抓马现场到第2次2人的岁月静好，我头发一甩，没有任何感情烦恼。而最后一次岛内约会，是否留下了属于你的独家记忆？出岛任务中，你以0胜率成为岛内唯2没有出岛约会的女生。每次公布出岛名单，吹响的不是恋爱的号角，而是你折断的臂膀。他们说爱比被爱更幸福，你说被爱比爱更幸福。爱与被爱都不如相爱，你做好相爱的准备了吗？你做好相爱的准备了吗？我的天平岛精神躺平，请查收我的天平岛关键词想出岛。想出岛。其实挺符合我个人的这个心态的，但是我现在倒不是很想出岛，我反而是想说，如果能再给我们多几天的时间，再在这再待几天，能跟大家好好相处就好了。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多多好酷。
郑德栋天平岛恋爱报告，你好，郑德栋（括号多多）。初见面时与你坐在一起聊天的是翁凡熙、板板，你们还经常坐在一起聊天吗？第一次见这么多，你算很漂亮的人类。人类。上岛的第3天，你迎来了第1次岛内约会，还记得那时他为你变的魔术吗？再给你变个魔术。还有魔术。在偏爱的天平中，你每次都有给同一位异性投票，他是谁我们就不说了。在天平岛的生活中，你共计出岛0次，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守岛人。岛主。作为岛上唯一的本地哥，你多次提到吃瓜的快乐。下雨了。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开心，但是我很难受。我给小何倒一点，他一直想喝椰汁来，什么都想喝，在这里什么活都我干，然后还要来暴击我，并且多次为你的兄弟提供恋爱建议，你是当之无愧的恋爱军师。追女孩太累了，就像做运动一样，你一口气做得很快，你就会累。你对面的好的，哎，每段旅程都有遗憾，好吗？别叫军师啊，叫月老就行。那你肯定没有想过，你也会被其他人吃1次瓜。你虽然没有出岛，但还是拥有了所有岛民为您准备的最独特的专属约会。现在的你应该不留遗憾了吧？多多希望你一直可以用吃瓜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，向前走不回头。你的天平岛精神吃瓜，你的天平岛关键词恋爱军师。一个恋爱军师，一个想出岛。我觉得吃瓜真的太符合他了。吃瓜，确实，我拿到这份恋爱报告，我就感觉其实吃瓜这个确实是我的天平岛的精神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天平岛关键词其实也可以用吃瓜来形容啊。在跟大家夜聊的时候就获取这种瓜源呢。对，然后这12天的生活非常梦幻。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们几个好兄弟。我去。卢婉菲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上岛后的第1次海岛生存战，你和你的游戏搭子张欣输了游戏，赢了火锅。如果有机会去重庆，你是否会赴这场麻辣之旅？陆续有人离开，似乎变成了你不敢对人言说的负担。面对无法开口念出的离别信件，外表高冷的你第1次在天平岛落泪，也让我们看到你内心里的小女孩。也许是这些压力，让之后你的岛内生活一直忙着生存。在别人看来，这是一场恋爱。对于你来说，却是一次不希望有人缺席的冒险。感谢长椅上的那一轮橘红色落日。让我拉你。第一次感觉这边这么美。对。它让你卸下了新的盔甲，让你出现了粉红色的泡泡。3次搭档任务中，你和他组队了2次，作为最佳拍档。加油！你们的默契程度达到了100%，武力值超过了全岛40%的岛民。你总共约会了3次，选择有让你心动的彼岸更清晰吗？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人？摇摆的天平两端，总要做出选择。你就是夏天，永远鲜活，肆意张扬，明媚绽放。你的天平岛精神，生存；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，不抛弃，不放弃。生存，还很认真在天平岛哎。就是我没来之前，就是非常的被动，我只会注意到喜欢我的人，就是不会自己去主动的，就是接近一个人啊，或者是主动了解一个人。但是我看到身边发生的故事，真的是勇敢的人先
先得到爱情。我就觉得我可能以后会在感情里面会变得稍微主动一点点，傅杰的天平岛恋爱报告。在天平岛，你最常出没的地方就是健身区，想必这里的长椅也见证了你的感情经历。在偏爱的天平中，你一共对7名女生投出过偏爱砝码。希望你的心在这片波涛海域最终能够靠岸。海王，同时，你一共获得了22份心意，打败了96.11%的男生。散发魅力的方式可以教大家一下吗？被赋予众望的双开门杰哥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你的游戏胜率仅为20%。在最后一次出岛约会的游戏中，凭借对手放水和队友给力而躺赢。3次出岛机会，你共出岛1次。难得私聊的机会，有好好跟他表明心意吗？现在你想牵着手的人会是他吗？你的天平岛精神，见人不如见身。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：端水。全场啊 ，slam 全场啊！最关键词。我觉得这个可能被吐槽的点会比较多，但是一开始我的心并没有很心动，在这个岛上，甚至我一度都非常想逃离这个环境。然后我就是真的希望我每一个能跟我有机会接触到、我了解到的非常优秀的你们，能够有更多的机会留在这个岛上。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我跟谁有过了解和认识，我就会去投给他。直到最后的时光里，我的心才慢慢的静下来，我才感觉到我是真的喜欢这里，开始融入大家。总之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。然后我也接受我这些被吐槽的点，无论如何我都非常非常喜欢这里了。现在，你后悔了吗？那肯定不后悔啊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怎么可能后悔？来吧，我们陶志哥。这表情好可爱。陶志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陶志。上岛的第一天，你被一抹绿色所吸引，把自己的票全部给了同一个人。你还记得当时做选择的心境吗？还是放在一个人吧，不然怎么叫偏爱的？你是天平岛里唯一一位中途离开又回岛的岛民。你用真诚和思念打动了所有人。当你再次回到天平岛，内心的天平似乎发生了新的倾斜。你化身成为为爱冲锋的勇者，在心意的重量翻轮胎环节，你仅仅用了21秒，这也成为了你在岛内的高光时刻。约会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，但是对你来说也许有点尴尬。你一共获得过2次岛内约会权，一不小心在岛内约会了3位女生，是隐藏的岛内约会王者。你的胶片机记录了天平岛很多最美的瞬间，让记忆在时间上刻下了痕迹。愿你日后看到照片都是一张张精彩的惊喜盲盒。你的天平岛精神真诚，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：勇敢追爱。真诚。那我就，陈梦儿天平岛恋爱报告。好可爱。你好，陈梦儿。2024年4月2日，爱笑的你在6个男生中选择了爱笑的他，开启了你第一次天平岛的约会。水上运动本是你的强项，
但是好像丹尼尔比你玩得更尽兴。在岛上的8天里，你做每件事都很尽力。游戏的时候认真游戏，干饭的时候认真干饭。面包好吃。别人约会话多且密，你的约会先吃饱再说。这一点上我很欣赏你，只有干饭王郭旭能与你一战。好 Q。OK。你的天平岛精神独立，你的天平岛关键词尽力而为。哇，好棒好棒！我现在想到一句歌词：孩子别紧张，生活不是竞技场。谢谢。陈梦佳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陈梦佳。在天平岛每天的旅程都伴随你的眼泪，恭喜荣获小哭包称号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是绽放在这座热带岛屿的扶桑花，用呛辣洋溢的个性征服了在座的所有岛民。但希望出岛后的日子，你的眼中永远都是快乐的泪水。也许天平岛之旅，你的心中多少会有遗憾，所幸有吉他相伴。我们看到了你充满魅力的一面，你的天平岛精神率真，请查出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：小太阳。哇，都哭了。顾正祥的天平岛恋爱报告。你好，顾正祥。初登岛时3人的相遇，仿佛是你们未来在岛上生活的预言。你相信第一眼的感觉，也相信出场顺序同样重要。但感情中很难分先来后到，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圆满。作为一个纠结症患者，选择这件事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困扰。第一次赢得出岛约会权，选择让你面临了一场尴尬的约会。回岛后再次面对被辜负心意的他，手足无措的道歉。其实我真的对梦佳要说声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真的。小心翼翼的陪伴你，一直在努力寻找补救的机会。台球店内被虐却快乐的瞬间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天涯海角痛快的汗水和笑容。不知道你的努力是否得到了想要的回应？友情与爱情，这一刻你学到了吗？到时候再问问自己的心，是否更加坚定？你的天平岛精神犹豫不决，请查收你的天平岛关键词：纠结。其实蛮像小顾的。哎呦，其实我觉得写的确实蛮好的。是我内心大部分的想法。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不是很成熟。这12天里，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每天3遍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啊，对。然后特别是对于梦佳这个事情上面，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这个确实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经历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是一种成长，它会让我进步。至少最后你兑现了对他的承诺。我被血虐了昨天。好，都过去。啊，我会怀念这个地方的，我会怀念这个餐厅的。对，我也会。它见证了我的爱情。我们喊话吧，好吗？好。陈梦佳，下次打桌球我一定赢你。顾志祥，不可能的。不要再想那么多了，活得洒脱一点。要做最勇敢的人。楠楠，楠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我说了，会再见面的，会再见面的。郭旭，郭旭，下次做饭少放点盐，少放点盐。
小雅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我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见字如面，我们江湖再见吧。我要永远开心快乐，以后我要主动一点。大家还是要继续勇敢的做自己。再见！再见！我还想来，我们俩一起来！我要当海南人。我去换衣服去了。干饭，盖饭，换套衣服。干饭兄弟。哎，饭了吗？吃了吗？没吃，现在吃。拜拜。应该是最后一顿在这个地方的饭。心情很复杂。这个旅程对我来说，很难说，很复杂。对我来说也是。谢谢多哥，没有你就没有今天。你们俩好才是最重要。很神奇。你一说我把你留下，我又受不了。哦，受不了。我马上给你。这个是人生难办了。哦，多哥第一次见多哥落泪了，受不了了。最怕这种兄弟情了，最怕这种兄弟情。大家都是好兄弟。我一旦感受到原来我还有那种兄弟生活，我会很 emotional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人与人交往就是真心换真心。而且我们俩的思想一致，性格互补。叫什么？很同频。非常同频。多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男孩子，他是其实内心非常的细腻，他又不善于表达，但是呢，跟他在一起你就会很安心。这个社会其实很难再接触到这么真心的，真的。今天是在岛上的最后一天，你是否已明确自己的心意？时钟区已开启，请各位岛民自行前往。我去。做出自己是否要表白邀约的选择。天哪，小将魂都没了。静待佳音。亲爱的岛民，你好，今天是在天平岛上冒险的最后一天，你是否已明确心意？表白邀约卡片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若你心中已有答案，那就拿起笔写下他的名字。写下名字就意味着下个环节邀请对方前来赴约，男女互选算作男生邀约女生。如果你选择放弃表白邀约，请关上盒子，返回帐篷去。在天平岛最后一天，你的心为谁倾斜？Stray so far from where my heart's leading me to. How did I come this far from all of these dreams I had? 我一定会选江尚儒。 Now I'm wondering if I'm wondering more. 江尚儒，他一定会选我啊，不然他从一而终的 all in 我，为什么？但是你很幸运，很多东西不太需要我再多用一些言语来赘述，因为他都懂，所以简单几句话意识到就好。写这上面。好。呼，
势均力敌的我们收官大结局啦！7月17日超长花絮，7月18日收官特别企划，岛民 reaction 大结局，7月19日 CP 生活 vlog SVIP 会员抢先一天看，收官狗粮吃到撑。周日还有未播花絮，不要错过哟！请确定自己心意的岛民，带上砝码，前往天平处，表达自己的心意。在这里和你相处的每一天，都是我最不敢想象的情感生活。我可以说出来，我很喜欢你 Summer。我觉得异地恋呀什么的都没有关系。我心里知道是他没有写我，只是我选择了他。你是我在这座岛上最坚定的选择，所以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